我回来了，蒂安娜。欢迎回来，牙医。虽说知道目的，但却不知道能够奏效的手段呢。不过万事开头难，人总要先试试嘛。不动用空之律者的力量，果然还是不行啊。虽然布罗尼亚的判断基本正确，仅仅使用蛮力也同样有突破的可能，但我现在拥有的力量却杯水车薪吗？这样盲目的消耗下去并没有意义。看来等等，这是奇怪，那是刚刚才出现的吗？又或者是我突然间能够察觉到了？奏效了吗？当然，他绝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如果在受到庇护的情况下，他竟然会因为坠落姿势这种滑稽的原因而止步，我想要表达的观点也就成了无稽之谈。在刚刚过去的那段时间里，借由我的手，你们应该明白了我对于神的定义是什么。在无法被亲眼得见的地方，我知晓一切，甚至能够听取他们的心声。我能够轻易催化事物的发展，将他们引领到我所抑郁的情形，而又不被他们知晓。但这并非结果，而是起因。神必须不为人知晓，才能被称作神。当谜底揭露的一瞬，是神就必然发生。恰如在他眼中，我们每个人最终将要扮演的角色。不过现在也差不多要说声再见了。相比起来，他那位名为 Bronya 的同伴似乎更加需要我的帮助吧。这是……果然这边也是量子之海吗？但如果两边并无太大差异，
那些量子之影又为什么要发起进攻呢？下一次就是面对面了。我原本认为，在毫无意义地做出了那么多牺牲之后，他们总算招来了某种能让我束手无策的存在。虽然的确束手无策，但我没想到，你的承诺竟然会以这种方式兑现。牙医，真的是你？是我，吉安娜。我原本以为，在这种时候，自己一定会滔滔不绝，立刻说出许多话来呢。但结果，却好像我们只是去了不同的学校上学，你和我只是分开了一个白天的时光。既然这样，那么我回来了，吉安娜。欢迎回来，牙医。所以，吉安娜，我们的全能都出现了问题，对吗？包括 Bronya。不过这么说来，牙医果然好厉害啊！如果换做我的话，要在目前的状态下对付那么多量子之影，一定就留不下任何余裕了。啊，这个说来话长。这也是我在最近一段时间内第一次在现实中可以毫无顾忌地进行战斗。其实我自己也没能想到，之前在世界蛇获得的那些跨越5万年的经验，能在律者全能失灵的情况下，为我带来如此之大的注意。那么 Bronya 呢？你刚才说她也在附近。我们原本以为那些怪物的攻击与世界炮之间的异常连接有关，没想到他们是在进攻我。不过这样说来，或许你们的看法也同样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还是先回到一个方便落脚的地方吧。啊！
没关系的，这就是量子之海，很多区域都无法依照常理来看待。交给我好了。提安娜，抓紧了。